历史上有这么一幅名画，它尺幅不大，却细节拉满，衣服的褶皱、貂皮的蓬松、金属的拉丝、镜面的倒影都温润柔和，纤毫毕现。而且男主还长得特别像一位俄罗斯人。这就是尼德兰早期一哥扬凡艾克在1434年完成的阿诺菲尼肖像，一幅被疑云笼罩了600年的杰作。各路艺术史学家来了又走，但都没讨论出个定论。有人认为它是一幅类似结婚证的契约图像，有人则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幅订婚的纪念肖像，还有人说画中的女主其实在1433年就已经因为难产去世，所以这其实是一幅纪念亡妻的画作。这些说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些说法有道理又有点不太可能，所以谁也占不了上风。争来争去，唯一的受益者可能就是那些写毕业论文的艺术史学生了。那么这次我也是和具备超强推理能力的 AI 助手千问一拍即合。这个视频它将协助我从历史、风俗、画面还有隐喻等方面综合剖析，挖掘出这幅画究竟是个什么道理。先说结论吧，结婚证说完全站不住脚，已经被主流学界驳斥了。亡妻纪念说尽管很浪漫、很感人、很有噱头，但这个情况的可能性其实无限趋近于零。所以阿诺菲尼肖像最有可能的功能其实是纪念结婚。没错，答案就是那个最平淡的选项。但这幅画却和平淡二字丝毫不沾边。凡艾克用极其卓越的手法在木板上构筑起无数层半透明的染罩，他不仅用油彩画出了完全不输于淡彩的细节，还绕开了淡彩无法自然晕染的缺陷。屋外若隐若现着熟透的樱桃，彩窗折射出圆弧形的厚度，念珠在墙上聚焦出淡黄色的光斑。那个古老房间的一角就这样被定格了下来。跨越过600年的岁月，如今的他依旧在以一种鲜明的活力和锐利倔强地向我们讲述着那段被尘封的往事。故事的谜底还要从上世纪30年代说起。彼时，艺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提出了著名的结婚证假说。他的核心论据是后面墙壁上的文字和镜子。可以看到，凡艾克用一种非常官方的字体在画面的中间写下了这句“扬凡艾克曾在此1434”。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他身为艺术家，用词却不是作此画，而是出现在此。再加上镜子倒影中的2个人影，潘诺夫斯基就推断这是一种刻意的构图模式，目的是把这2人和阿诺菲尼夫妇一起画进作品里，用以表达在我们的见证下，他们是真的结婚了。顺便一提，这对红蓝 CP 中的一位就是凡艾克本人。潘诺夫斯基这个理论乍看起来确实很有道理，那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这个问题可以交给千问。切换到 Max 模型，再选中针对学术研究优化过的深度研究推理流，就可以输入问题了。翻阅相关资料，论证阿诺菲尼肖像是否可能是一幅具有法律效力的类似结婚证的肖像画。经过仔细的思考之后，他会生成这样一个超级详尽的像论文一样的回答。可以看到，千问完全不会局限于我提的问题，而是会构思一套成熟的推理逻辑，从那时候的婚姻制度与习俗出发，到画面里的象征元素、画作的创作背景，再延续到相关的学术观点，一步步解答这幅画作为法律文件的可能性与局限性，重点都抓得特别准，而且专业术语完全不出错，写作口吻沉稳专业不谄媚，最后列出的引用来源也全都真实可靠，这真的太强了，不愧是连黄仁勋都啧啧称赞的 AI。 对于需要写论文或者做研究的专业人士来说，千问是一位非常得力的助手，可以极大的提高你的效率。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它丰富的推理流选项也可以处理生活中的很多问题，比如什么文档阅读、拍
拍照翻译等功能，准确率都完爆传统的工具，属于是用了就离不开的水平。真不愧是搭载了阿里最强模型 Q-Win 的 AI， 朋友们都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去试试。那么千问针对结婚证假说都写了些啥呢？我来为大家转述一下。在15世纪那个时间点，结婚确实并不一定非要得到神父的认可，只要双方愿意就能原地成婚。但为了追求更高的可靠性，大家通常还是会找1到2个见证人。这些史实都和画面里的内容高度吻合，但问题在于镜中的2人完全没有面貌特征。如果真的是作为结婚契约，是不是至少应该把2个人的身份都明确一下呢？同时，阿诺菲尼家是非常有钱的。你看画面中2人的着装，各种天鹅绒、刺绣、貂毛，都是10年的顶配。窗边的几颗橘子也显露着3分随意、3分低调和4分奢华。因为尼德兰地区属于北方，可不会产这玩意儿。新鲜橘子需要从南方进口，价格非常夸张。另外还有拜占庭风格的地毯、锃亮的铜灯等等，都是绝对财力的佐证。再加上10年尼德兰地区的话事人勃艮第公爵也在将婚姻与财产和身份挂钩，强化其在法律层面的意义。所以对于阿诺菲尼这样一个顶豪家族，结婚必然会有公开的豪华典礼和神父的官方祝福，这是不容置喙的社会规范。由于此类逻辑上的硬伤，潘诺夫斯基自己也表示，这幅画应该并不是一份正式的法律文件，而更像是一种法律效力的图像化，相当于给上了个双重验证。但我想问，这图啥呢？不纯粹路易16选帽子多此一举吗？再来看看目前最为著名的亡妻纪念说，主要论据有铜灯上的蜡烛，男方头上还亮着，女方头上却已燃尽。背景中镜子的边框上面描绘了耶稣的生平，其中与死亡相关的场景都在女方这边，比如受难、下十字架、下葬等等。还有男女双方的着装，她看起来有种怀孕的感觉，呼应着死于难产的现实。她全身黑色，神情静默，仿佛在哀悼。然后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就这样被构造了出来。But 我要来浇冷水了。新婚夫妇在白天点蜡烛是尼德兰地区的一个传统，类比着教堂的圣灯。还有镜子的边框上耶稣的生平，它就是按照一个标准的顺序来画的。阿诺菲尼夫妇的站位更多的代表的其实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所以受难在女方这边纯属巧合。硬要说的话，下面这儿还有几幅关于复活的场景呢，又怎么解释呢？着装就更没道理了。首先明确一点，女方并没有怀孕，画怀孕的人是有违那时候的公序良俗的，她只是把豪华的大长裙拎起来放在了肚子前面，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优雅且高贵的姿势，在其他一些作品里也能看见，并且这个姿势还有另一层含义，我们一会儿再说。至于男方的着装，人家穿黑色咋就成哀悼了？现在很多人结婚也会穿黑色西装啊。相比起颜色，衣服的材料和形态其实才是更加重要的。虽然男人们确实会在葬礼上穿黑色斗篷，但那些都是很素雅的，绝不可能是这种天鹅绒加貂毛。穿黑色大概率只是为了凸显男主沉稳内敛的气质。OK， 这些解释完之后，就该轮到最具说服力的论据了，那就是没有人会出于任何原因把自己和死去的人画进同一幅肖像画，这也太阴间了。注意啊，这里说的是肖像画，那些把已逝的家庭成员画成理想化形象的作品并不能算作肖像画。在基督教的生死观中，死去的人要么下地狱，要么上天堂，但绝不会留在人间呐。所以如果要纪念亡妻，最恰当的形式是为他画一幅单独的肖像，周围再来几个圣人，代表成功上去了天堂。像这样在人间手牵手，多少有点死不瞑目那味儿了。当然，如果男主有什么奇怪的癖好，喜欢叫2个人来观赏自己做一些好，不能说了，再说过不了审了。总之，把自己画成和亡妻手拉手的模样，只是现代人的一厢情愿罢了，完全不符合那个时代的思想体系。
专门研究北方文艺复兴的史学家哈比森就写过，肖像画只可能呈现生命的存在，而非亡者的回归。最后再来说说其中的人物吧。现在我们通常都会把这位男主认定为尼古拉·阿诺菲尼，他的老婆也确实在1433年因难产去世了，但这个尼古拉后来是再娶了的，所以画中这位极有可能是他的第2个老婆。就真的不要试图浪漫化那个把女人当成生育机器的年代，有钱的男人死掉一个老婆，马上搜寻下一个才是绝对的常态。所以在我看来，这幅画在本质上就是一张600年前的结婚照。论据就在于画中各种关于生育的象征。首先，绿色本身就代表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生育力，当然它也可以代表财富，因为这个颜色的染料真的很贵。其次，之前提到的这个女士通用的姿态，其实也就是对于怀孕的模仿。虽然不能画怀孕，但对于怀孕的期望却提倡狠狠画。床边的橘子也一样，成熟的水果象征丰厚与兴旺。还有床头上雕刻的这位战胜恶龙的狠角色，是代表怀孕与生育的圣玛格丽特。另外，两人脱掉鞋子是进入圣地的行为，暗示了婚姻的神圣性。而这只可爱的熊狗则是忠诚的象征。讲道理，这些明确催生的元素本身也否定了亡妻纪念说的可能性。你想想啊，一个人老婆去世了，他搞一幅纪念肖像，然后在里面一顿催生，这颠的程度甚至都不能用怪癖来描述了。至于这个表情，那就更正常不过了。如果你看过一些早期的摄影作品，会发现那里面的人也是这种板着的表情。为什么呢？是因为不爱笑吗？当然不是。现在我们拍个照片，掏出手机就能轻松搞定，但在100多年前，拍照可是一件非常庄重的大事儿，而且还需要长时间的曝光。为了维持住表情，大家就只能绷起来了。不然你可以试试笑个10秒钟，最后保证变成这样。肖像画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图像，但它的背后却是反反复复的写生和调整。有笑容的肖像真的很罕见。再说了，严肃一点还可以展现出男人的威严呢，嬉皮笑脸的难免会被当作笑柄。不难发现，画面中几乎所有的元素都是集展示财力、歌颂圣洁婚姻和祈求多生几个大胖小子于一身的。作为一幅结婚照来说，它简直太教科书了。能把这些复杂的元素巧妙地融合进一幅画中，足以见得凡艾克那傲人的才华。但阿诺菲尼肖像最为伟大的地方，我认为还是体现在墙上的镜子和文字。这面凸透镜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物件。在我看来，凡艾克刻意把自己画进去并写上那段文字，恰好展现了他非凡的魄力和野心。因为凡艾克想要传达的，并不是我在此见证了这场婚姻，而是我在此画下了这幅画。换句话说，这是一份自信的宣言。凡艾克在那一刻其实已经看见了这幅画的未来，看见了后人们围绕在他周围，或欣赏，或疑惑，或探究。如此一来，镜中人也就不再需要明确的面孔了，因为世人皆会知晓，那其中有一个人名叫扬·凡艾克。他长什么样并不重要，因为他的作品自会说话。啥？你说他这样喧宾夺主的签名，阿诺菲尼先生会不会生气？这么说吧，那时候凡艾克已经是国宝级的艺术家了，他在油彩这个媒材上的造诣甚至已经远扬到了意大利，而且人不仅是宫廷画师，还被勃艮第公爵亲授了非常高的政治地位，经常被派去参加重要的外交任务。那么如果你是阿诺菲尼，你会介意这样一位早已超越了艺术家范畴的艺术家，在自己委托的画作上留下一句独一无二的文字吗？